我帮你擦一下脸。你妈妈在一起的事，自己跟杨静这就是近年来最经典的国产恐怖片，根据台湾丧葬民俗送煞仪式改编成。相传在彰化地区，人们一直认为上吊自杀的人怨气极重，死后容易化身厉鬼索命。只要出现第一个，就会接二连三的有人上吊，像肉粽一样成串的出现。为了驱除这股怨气，主家会举办一场送煞仪式，也就是所谓的送肉粽。到时候法师会扮成钟馗，将死者上吊的绳子送到出海口，让煞气在海水的冲击下逐渐消散，以达到驱邪避凶之效。如果不幸在半路遇到送煞队伍，只能跟着他们一起走完全程。最重要的是中途不能回头，否则将会引鬼上身。几年前，6名毒贩供奉邪灵时不慎发生意外，全部在房间内上吊自杀，死状极其惨烈。没过多久，白大师带着2个徒弟来到此地，发现他们祭拜的竟是泰国最凶残的邪灵鬼师傅。相传鬼师傅有血色红眼，外凸獠牙，不慎接触者将会招来死亡厄运。然而当徒弟处理上面尸体时，不慎被邪灵附身。师傅见状赶紧上前驱魔，结果不但没成功，还被邪灵反噬，化身伏地魔对徒弟发起进攻。徒弟为了活命，顺手抓起一根绳索，死死勒住对方。可当一切恢复平静后，才发现杀死的恶魔竟是自己的师傅。从那以后，阿火每天生活在痛苦和自责中，整天酗酒，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殊不知害死他师傅的邪灵并没有被彻底清除，而是附在了一根绳索上。5年后，被一名毒贩从水里捞起，当成绑货物的绳索带进了村庄。结果刚走到半路，就被邪灵袭击，摔倒一地。男人用力揉了揉眼睛，发现树上吊着一个人。而更恐怖的是，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男人被吓坏了，转身就跑，突然被一股神力定在原地，然后被邪灵彻底吞噬。此时，男人的侄女佳敏在2名主播的高薪聘请下，准备在这栋荒废大楼做一场灵异直播，帮他们召唤100年前被婶婶虐死的女孩乙仔姑。说白了，和笔仙属于一类，只不过这次的媒介是把椅子。原来佳敏从小就有一双阴阳眼，能看到那些不干净的东西。在佳敏的召唤，乙仔姑果然出现，可她看起来并不友好，拖着2人在地板上疯狂摩擦。无知的小帅并未发现异常，反而变得极为兴奋，将诡异的一幕全部拍了下来。直到阿火出现，一切才恢复平静。可当他离开后，却将师傅送的护身符掉在地上。佳敏捡起来后，立马追了上去，祈求对方用法力把自己阴阳眼封住，帮他回到正常的生活。结果被阿火无情拒绝。第2天，村民在树上发现吊死的男人，可诡异的是，男人被放下来后，依然僵硬地跪在地上。直到阿火的同门师兄赶来，将符咒贴在死者身上，念出一段咒语，尸体立马瘫倒在地。在他们这里，人们认为上吊自缢的人怨气极重，希望阿西帮他跳钟馗进行送煞仪式。可他因为上次开坛做法伤到了元气，现在也是无能为力，无奈之下只好请阿火帮忙。可阿火表示他现在颓废的样子，跳河还行，跳钟馗有点勉强。阿西怀疑这次的邪灵和5年前害死师傅的有些相似，如果不尽快送走，还会有更多的人遇害。没想到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阿火依然保持沉默。最后阿西被气到吐血，骂骂咧咧的离开了。为了全村人的安危，他决定放手一搏，将佳敏和阿姨请到庙里，为今晚的仪式做准备，叮嘱他们今晚千万不要出门，并用符咒封住门窗，然后在门外倒着放一条扫把。可到晚上请钟馗时，阿西因法力不足再次大伤元气。紧急时刻，阿火突然出现，经过一番思考后，终于人间清醒，决定继承师傅的衣钵，为民除害。随后，阿火装扮成钟馗，开始举行送肉粽的法事，准备将死者遗物和上吊的绳子送到出海口。此时外面空无一人，寂静的让人后背发凉，仿佛黑暗要吞噬一切。另一边，蓝姨无意在柜子里发现一块雕像，突然想起这是老公之前从泰国请回来的，因为送肉粽要将死者的遗物全部带走，不能留下任何一件东西。蓝姨赶紧冲出家门，将送煞队伍强行打断，让他们把鞋箱一起送走。与此同时，开直播的小帅也跑了过来。小胖见状赶紧上前制止，就在2人争吵时，蓝姨突然呕吐起来，像中邪一样在地上不停地抽搐。阿火见状立即上前驱邪，等一切恢复正常后又继续上路。而他们因中途闯入，现在只能和队伍一起走完全程。就当他们到达出海口，准备处理这些邪物时，又被一群缉毒警察强行打断，因为他们查到死者有贩毒嫌疑，要将这些物品全部带回警局调查。无论他们怎么解释也无济于事，还要以窃取证物为由将他们全部带走。小胖趁乱拿走绳子，偷偷离开了现场。佳敏录完口供准备带蓝姨离开时，突然被阿火叫住，让他回去后务必用符咒水给蓝姨擦拭身体。到家后，蓝姨完全失去意识，用红笔在纸上狂魔乱舞，紧接着又感觉双眼巨痒无比，很明显她是被邪灵附身。当佳敏用符咒水给她擦脸时，蓝姨突然被灼伤，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佳敏瞬间被吓破了胆，下一秒蓝姨化身恶魔向她步步逼近。妈妈在一起的手，自己跟。杨静，快醒来！
就当他准备对佳敏发起进攻时，突然被一股神力定在原地，手臂被掰断后猛然倒地，然后用下巴疯狂地撞击地板，一番摧残过后被恶魔拖进了卧室。佳敏缓过神来，赶紧上前帮忙，可房门却被反锁，怎么也打不开。就当他拼命地拍打房门时，身后的镜子却出现诡异的一幕。眼看危险离他越来越近，镜子突然炸裂，原来是姨仔姑救了他一命。就在这时，阿火带着小胖及时赶到，直接冲进房间，用符咒将房门击破。此时兰姨露出一副凶神恶煞的眼神，准备在房间内上吊自杀。好在阿火身手敏捷，冲上前一把将其救下。面对如此凶残的恶魔，阿火仅用一根手指就将其轻松击退。可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事后阿火发现兰姨的三魂七魄现在只剩下一魂一魄，唯一解救他的办法就是让拥有阴阳眼的佳敏亲自到异世界把丢失的魂魄召回。可这样做会让他看到更多不干净的东西。佳敏为了拯救兰姨，果断答应下来。随后他们开始准备工作。阿火先用蜡烛在床头摆出防魔戒，然后教佳敏学会防魔咒和护身咒。小胖用红线将兰姨的衣服和招魂房绑在门外，然后将另一头带回屋里，穿过椅子绑在佳敏的左手上，这样做姨仔姑就会保护她。这时佳敏终于明白，自从两人上次分开后，阿火就一直让姨仔姑在背后保护她。最重要的是到了那边，不管谁叫她都不能回头。一切准备就绪后，佳敏咬破手指，将鲜血滴在红绳上，念出一段咒语。佳敏紧闭双眼，瞬间穿越到异世界，在红绳的指引下，很快找到兰姨的魂魄。就当两人往回走时，突然听到身后传来母亲的声音，佳敏立马停下的脚步。姨仔姑提醒她赶紧离开，可佳敏实在太想念他们，最终没忍住回头看了一眼，结果发现对面站着的竟是一只红眼恶魔。下一秒邪灵迅速向她扑来，外面的红绳瞬间断裂，佳敏也回到了现实，因违反招魂禁忌彻底以失败告终。这时恐怖的一幕再次发生，床上的被子缓缓升起后又掉了下来，直接将防魔戒破坏。紧接着兰姨走出房间，佳敏以为她已经恢复正常，可她连镜子里的人是谁都不知道，下一秒直接用玻璃刺进自己的喉咙。另一边，阿火将绳子扔进出海口，结束上次未完成的送煞仪式。随后到医院找到阿西，让他帮忙破解兰姨中邪时所画的图画。阿西看后，让他多留意风水术的状态，怀疑邪灵正在找机会重返人间。当他准备离开时，正好撞见佳敏将兰姨送到医院。兰姨被抬到病床后突然爆发，对着佳敏大喊说这一切都是他害的。佳敏听后感到无比自责，阿火劝他不要放在心上，其实自己和他一样都是天命之人，中邪和天命只是一线之差，一定要学会勇敢地面对它。开天眼，见天命，此后你就是将开心了。这天晚上，恐怖的事情再次发生。男人的同伙来到案发现场，想找回丢失的货物，没想到刚来到树下，就被莫名粉末蒙蔽了双眼，紧接着眼前就出现幻想，在车里看到红眼恶魔的身影，男人被吓得瘫倒在地，下一秒突然被绳索勒住脖子，吊死在大树上。与此同时，擅闯送煞仪式的黄毛也从之前拍摄的视频中看到红眼恶魔，随后被安全带活活勒死。发生这些命案后，村长认为这棵树充满怨气，非常不吉利，直接派人将树连根拔起。阿火赶到后劝他们立刻住手，但一切早就为时已晚。随后他们在大树下发现一个被封印的盒子，阿火再次劝阻，可这些无知的人根本听不进去。打开盒子一看，里面装的竟是泰国最凶的邪灵鬼师傅。这下鬼师傅彻底被释放，必将引来一场腥风血雨。与此同时，阿西终于破解出兰姨所画的符咒，原来鬼师傅准备将7位上吊者的亡灵聚集到一位通灵者身上，然后利用他的肉身完成投胎转世，而他选中的通灵者正是佳敏。阿火得知事情的严重性，赶紧用符布包住邪像向医院赶去。此时兰姨变得极其恐怖，双眼血红，哼着邪曲走出病房。这时医院里的灯光突然熄灭，兰姨从黑暗中缓缓走来，不停地向佳敏招手。佳敏以为他已经康复，毫不犹豫冲了过去，结果直接将他带到一处废弃的老宅。走进阴森恐惧的房间后，佳敏的眼睛完全变成了红色，仿佛全身的血液都在燃烧。他小心翼翼地向前探索，殊不知黑暗中到处藏匿着可怕的恶魔。阿火发现两人离开医院后，赶紧原地做法感应佳敏的位置。很快两人来到老宅，刚一进门就看到正在荡秋千的兰姨。两人见状立刻将其救下，房间内瞬间阴风四起。阿火知道鬼师傅就要来了，立刻拿出邪像开坛做法。中南山小地眼，观众万象受降临，得注意心转脉下，钟馗点出降临来，请必会给如灵。只见阿火念出一段驱魔咒，邪像的红眼瞬间消散，结果下一秒突然被佳敏从背后偷袭。现在他已经被鬼师傅附身彻底黑化，只要将兰姨吊死，就可以重返人间。千钧一发之际，阿火又从背后偷袭，像师傅当初拯救自己一样，用法力把邪灵引到自己体内。阿火被邪灵反噬后彻底黑化，一把掐住佳敏的脖子。好在他之前学会了护身咒，念出咒语后将阿火成功击退。阿火在地上痛苦的挣扎，用最后一丝理智劝佳敏用钟馗剑杀了自己。可佳敏拿起剑后却迟迟不肯下手。阿火爬起来后果断扑了上去。你为什么要这样？临死前将师傅送他的护身符传给佳敏，可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鬼师傅脱离肉身后现出邪灵本体。
由于佳敏带着护身符，邪灵无法再接近他。这时，一道灵光从天灵盖蹦出，阿火化身钟馗在背后协助佳敏，对邪灵打出致命一击。电影最后，兰姨在医院接受治疗后逐渐康复，佳敏自愿成为一名女法师，继承阿火衣钵后走上人生巅峰。阿西看到那块护身符后，发现佳敏和阿火居然是兄妹命，相信阿火会像钟馗保护妹妹一样，在暗中保护着佳敏。同时，姨仔姑也选择留在她身边不离不弃。可恶魔真的就这么容易被消灭了吗？女友整理小帅的遗物时，突然感觉眼睛巨痒无比，下一秒双目血红，被邪灵附身，随后在楼道内上吊自杀。原来鬼师傅并没有被成功驱除，得到第7位亡灵后，化作一股黑烟钻进产房，附在一名婴儿身上，终于重返人间，为魁将第3部埋下伏笔。